家好，我是艾雅。最近因为中国演员王星被骗到缅甸妙瓦底诈骗园区的事，我妈都急了，直接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国，说泰国不安全。其实作为一个长期住在这儿的人，我觉得日常生活真的挺安稳的，生活节奏和本地人差不多，真没觉得危险。但我也理解，新闻里的诈骗和人口贩卖确实让人害怕，尤其是对第一次来泰国的游客。今天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，和大家聊聊泰国的诈骗和人口贩卖问题。除了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和泰国民众的看法，我还会教大家如何避开这些套路，保护自己，安心旅行。如果你也好奇泰国到底安不安全，那就接着往下看吧。先说说王星的事吧，他被骗到缅甸妙瓦底的诈骗园区。这地方其实离泰国很近，有媒体说泰国是中转站，虽然政府否认，但现实中确实有跨国团伙利用泰国的地理位置，把受害者转移到邻国。根据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，2023年泰国确认了640名人口贩运受害者，这些人有的被迫从事性交易，有的被迫参与网络诈骗。除了泰国本地人，还有不少是外国人，包括中国人。虽然数据看起来不算特别大，但背后的问题还是很大的。而更常见的是各种小型诈骗，我自己就中招过一次。曾经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人卖草莓，图片拍得特别诱人，我一时冲动下单1000泰铢左右，结果钱转过去了，人就联系不上了。从来没有在 Facebook 上被骗的我很不甘心，我还特意去警局报警了。当时警察记录了案情，并提出要更多纸面证据，就是一些聊天和汇款记录要打印出来才能完成备案。同时还提醒我，这类案件多，钱金额小，处理起来也很耗时间，建议我做好心理准备，或者是否要继续报警。当时我一想，确实没有时间折腾，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回过头来，我们再讲讲泰国民众对王星这个新闻的看法。泰国民众的反应挺有意思的，有人觉得媒体老是拿泰国说事，会影响泰国形象，特别是旅游业。春节假期快到了，中国游客可是泰国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。如果因为这些负面新闻减少游客，那对经济就是个打击。还有些泰国人觉得冤枉，说这是中国人骗中国人，为什么要怪泰国？更有人批评这些跨国团伙，认为他们把泰国当成了犯罪工具，呼吁政府加大力度打击犯罪。不过也有民众觉得这些是老问题了，说了很多年，真正的改变却不多。总的来说，大家对这类问题既无奈又担心吧。为了避免落入诈骗陷阱，以下是一些我了解到的最新的诈骗手法，供大家了解。特别是最后一个，尤其可恶。第一种 AI 语音模仿诈骗，他们利用人工智能模仿熟人、领导或官方人员的声音，要求转账或提供个人信息。第二种，假冒官方信息诈骗，通过假冒政府、公检法等机构的名义，发送邮件或打电话，以涉及案件为由要求转账。第三种，虚假投资诈骗，承诺高收益，引导投资虚假的加密货币或资金平台，最后卷款消失。第四种，友好搭讪骗局，在旅游景点或夜市，有人主动搭讪并邀请去酒吧或特定场所，随后索取高额账单或实施偷盗，甚至线上像小红书的约旅游搭子也有这样的。第五，电子支付二维码骗局，骗子在餐馆或店铺贴上伪造的二维码，诱导受害者转账到诈骗账户。最后一个是网络购物诈骗，由于我亲身经历过，所以我想重点和大家讲一下这个。网络购物诈骗在泰国的社交媒体上特别常见，手法包括建立虚假的商品主页或官网，有的甚至直接复制正规网站的内容，
这些主页通常有1000到几千的粉丝，看起来很真实。骗子会发布超诱人的优惠信息，比如热门酒店、露营地、必需品或者打折商品。他们还会设置付款时间限制，比如10分钟内支付，否则需要重新询价或者申请之类的，制造紧迫感，让人容易上当。就像前几天元旦，我急着订露营地时，就碰到一些虚假主页，还好我同时也看到举报他们的帖子，真是又惊了一下。那么多诈骗手法，我们该怎么防范和保护自己呢？以下是我给大家整理的，希望能帮到大家。首先，接着前面关于网络购物诈骗的应对的建议是，购物时尽量选择安全的支付网络，像 Lazada 或者 Shopee 这样的大平台还是比较靠谱的，千万别直接转账给私人账户，尤其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广告或者主页。如果不得不在 Facebook 上付款的话，那请记住以下几点。关注一下他的粉丝量，主页粉丝最好几万以上，太少的话就得小心。接下来是查评论，就是多看看留言，看看有没有刷屏的假评论。还有就是核实信息，对比主页地址、Google 地图和官网信息，最好直接打电话确认。记住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遇到超低折扣时多问一句，冷静几分钟，能省下一大笔钱。第二个是警惕高薪和陌生邀约，任何看起来轻松赚钱的工作或邀请都需要核实真实性，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收到的招聘或邀约。第三个是拒绝陌生电话转账请求，遇到自称官方机构要求转账的电话，挂断后直接通过官方网站或大使馆核实信息。第四个是保护个人信息，不要随意填写网络表单或点击不明链接，以防信息泄露。第五个是正规出行和住宿，来泰国可以通过 Grab、Bolt 等软件叫车，总比随意在路上叫车安全些，虽然贵一点。住宿也尽量通过像爱彼迎、Agoda、Booking 甚至是携程海外版等正规平台预订。第六个是保持警觉，无论是在热闹的夜市还是在陌生的聚会场所，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防范心态。第七个是熟悉报警流程，泰国旅游警察热线是1155，支持中文服务，遇到问题时保存聊天记录、截图和其他证据，方便报警时提供材料。第八，加入安全交流群，微信、Facebook 等平台上有许多泰国旅行者的安全交流群，可以获取实时的安全提示和经验分享。最后是注意公共场所安全，不在人多的地方暴露财物，夜晚尽量避免单独行动。说到底，泰国还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我在这儿生活了10几年，日常生活中基本没有感觉什么危险，但对游客来说，了解一些当地情况，保护好自己，才能玩得更安心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，欢迎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